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任嘉伦、李沁主演的电视剧《请君》好看吗？目前看了1至6集，说实话，我就没咋看懂，元素多，什么人类、灵类，什么前世今生，什么先婚后爱，等等，七七八八演了一大堆，主线我压根没捋顺明白。能看出来在努力搞笑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就是有一种故作搞笑感，并不是拍一个性转版压寨男夫人的段子就表示搞笑了。虽然李沁饰演的女主已经很努力的在演山大王的感觉了，声称要强取一美男子，可是真的不搞笑啊！感情线至少前6集不虐，努力在甜但是不甜，努力在搞笑但是一点也不搞笑，以及李沁与任嘉伦的台词真的是太差了。李沁念台词很刻意，任嘉伦说台词就跟白开水一样，一点点感情波动都没有。我竟然怀念起杰大给任嘉伦的配音，并不是自己配音就等于敬业的，说得好才行啊！当时看预告出现这句话的时候，就决定追一把这个剧，比我想象中播得早。当你发现一直等待播出的电视剧突然更新的感觉特别棒。不过就已经播出的剧情来看，还不明确它的表达形式是啥，看预告感觉有点单元剧的色彩。山寨漂亮女土匪和自带 buff 的冷面将军，先婚后爱的痴情绝恋，这个搭配肯定是不新鲜的，而且还看到了桔梗戈威的前世今生，都叫寿千颂伊，这些熟悉的感觉。任嘉伦的原声台词还是钝，不过确实有很大进步，咬字和情绪上还差点意思，比大唐荣耀的时候好很多。李沁这次的台词让我稍微惊讶了一下，而且她演活泼像没有之前那么生硬了，是真的一直在进步啊！演员就是要这样啊，可以有演技的不成熟，但是不能原地踏步。第1集女主唤醒男主，解开封印，男主以为女主是前世爱人，以簪视之，无果。男主决定去找灵族后人查询原因。此集作为引子，介绍了背景和主角团的配置，路演法术与登登进攻大海搞笑阿星辅助，后期剧情应该会再来一个5人一般是标配。第2集女主去男主的店找茬，一见钟情，打运后连夜抬上山，清泉寨应该就是前10集的主场的。第3、4集差不多就讲了一件事，男主为了救女主前世，答应与女主成婚，掺了一点点灵族的暗线，还有第1个支线剧情的铺垫。第5、6集成婚当夜发现灵族入侵，女主受伤，正式开启支线剧情。目前我认为剧情可以展现出的有2个滑点，男主的设定是爱云溪，女主是转世，身体里有前世的灵石。那么女主和云溪的呈现形式是什么样子的？今生这条线和前生设置的联系点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是民国？或者为什么必须发生在民国？及不可替代性。总的来说，内容制作上有点不成熟，前2集内容演完以后主线表达的不明确，达不到点题的作用。已知信息，路演要找云溪，然后就没有啦，完全不满足 What Why How 的表达公式。拿步步惊心举例，现代白领张晓穿越到清朝后的生存故事。延禧攻略开篇点题，报仇；琅琊榜开篇点题，复仇；甄嬛传开篇点题，知怨一心人；还珠格格开篇点题，进京认爹，30而已，人到30而立的选择难题。我看有吐槽女主不适合演土匪的，我觉得还好爱，没觉得出戏，本来就是走搞笑风嘛。还有吐槽男主原声的，我也觉得还好，一生一世的时候可能因为肺炎问题，气音比较明显，不太可。请君里进步很大，至少我没觉得出戏。
有人觉得奇怪，可能是因为任嘉伦原声就是比较温柔，有时候没有配音那种高冷的感觉吧。但是演员音色就是那样的，配音也要被炒脸替，原因又要说不符合人物，也挺无奈的。我是觉得任嘉伦的声音配陆岩还是可以的，毕竟我现在在很多古偶里听到杰大的配音就串戏，能原声的话还是用原音好一些吧。反正任嘉伦台词这个进步我还是满意的，希望他继续提升台词功底。特效做得很好，完全贴合剧情，节奏紧凑，不拖沓，全部为主线服务，暂时没有看出注水迹象。男帅女美，双强设定，符合本人胃口，有点传说范，是本人喜欢的点。有埋暗线，喜欢费脑的剧，动作戏流畅，有力度，是看老剧的我很欣慰的。感觉这剧很良心，点点都踩在我喜欢的点上。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类似用心的剧。开播之前就猜测，这剧一播，网上一定有大量的声音在批评国超台词网上声音大，是不是表示人多？这点不好说，不评价。所以今天摸鱼的时候到处吃瓜，终于等到了，印证了之前的猜想，开心。关于国超台词，首先用原声，从长远发展看，一定是好事，这是一个演员一定要过的坎。其次，部分观众不认可，这是必然的。万事开头难，非科班出身，声线温柔，注定了台词会有所不足。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。阿蛇一开始演戏的台词问题，可能跟国超差不多，但10年后谁还会说他台词不好呢？每一个演员的声线、台词表达方式都需要时间让观众适应、认可。退一万步讲，即便国超此次因为台词没有获得资源提升，但长期走得稳的人，一定是走到最后的。以前的多数视帝视后、影帝影后，都是熬了很多年才到达顶峰的。国超进入公众视野才几年，现在的发展已经是很多演员的期待高度了。稳扎稳打是国超需要的，也是愿意长时间喜欢国超的人需要的。心里稳住了，阵脚才不会乱。